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到诺曼的发型频道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男士剪法教学，如何让扁塌头发有自然立体的蓬度。那就在这部影片教学给大家。如果还没订阅这个频道的话，先订阅这频道，并且按一个喜欢。那我们现在教学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那这是今天的模特，那他头发呢是比较细软的，那现在已经长长了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，他后脑勺这一块其实是蛮容易扁塌的，这是我们亚洲人很常见的。那如果你又是细软发，它这一块是真的比较容易塌。那等一下我们今天修剪方式呢，我们一样分两个区域，下面一个区域跟上面一个区域，上面的长度要做保留跟蓬度的修饰。那下面这边呢，我们要就去做一个后脑勺的一个调整。那我们推的部分呢，今天不用推到非常短，我们推的公分套大概会选择在4.5跟6mm 左右。那主要就是去修饰它内层的蓬度跟后脑勺的一个轮廓，然后让它两侧不要那么蓬，然后去修饰它顶部区的一个立体的效果。那我们今天刘海选择也会剪短的，然后让它这边比较不容易开掉。那顶部区修一个蓬度，这一款的操作方式就完成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先帮它稍微冲湿，冲湿完我们再来做修剪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它头发已经冲湿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主要刚刚说过分上下两区。那我们先找到头角的位置，头角的位置啊，就是你用你的手这样去感受一下，它会有一个凸点。那一般来说啊，我们要修饰这个凸点，就是在这个角度，这个头角往下一个手指的位置做分区。好，那像我们头角的位置在这边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往下一点点。那我们拿出我们这种月牙夹，往前梳夹起来。那现在这边的位置就是我们要修掉的。那后脑勺的区域呢，我们可以摸一下它后脑勺的枕骨。一般来说啊，枕骨都会在比较上面或中间。那像它的头是比较下面这一块的，枕骨在这里，所以我们在分区的时候呢，就往下斜上来，那把多余的头发先夹掉，夹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已经把位置都取出来了，这一边就是我们要剃短的位置。那我们这个时候啊，先拿出我们6mm的公分套，然后欧规的这一块它是可以调齿距的嘛，我们就调到最短的位置。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一块头发都先剃掉，都先由下往上，像这个操作手法，由下往上把头发都先拿掉。修掉之后呢，我们再把两侧这个头型的位置修饰掉。这个修饰我们可以顺着头型往后，这样往后带，然后耳朵后面就往前带，这样它这一个轮廓区就可以修掉了。然后不要推到太底哦，这边保留住，我们等一下用梳子来做连接。然后现在换梳子，我们直接斜的梳起来，然后把长度修饰掉。剃光头，你女儿叫你剃光头啊？后脑勺这一块的位置啊，我们斜的拿梳子做连接。像这样连接起来，连接完成之后啊，你会发现下面这一块头发还是比较杂乱的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换成4.5的公分套，再来做修饰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拿出4.5的公分套，4.5基本上在欧规的尺寸里面采用，那可以请模特稍微低一点，然后把这一块颈背区的线条拉出来。然后就可以把下摆这边比较乱的头发稍微修饰掉，这样效果就会比较好了。好，然后到两侧的位置啊，稍微把这边鬓角，这边我等一下再用小鱼链推修，但是我们先把多余的长度先修饰，先修起来，耳朵压下去，用边边这一块的角度去做修饰。修完之后呢，我们再用梳子把这一个部分稍微连接一下，让它的柔和感再好一点。好，到这边两侧都完成了呢，我们再拿小电推把这种轮廓再修过。然后轮廓修饰的话，我们会从前端这里把这个印线修出来。然后把一些比较杂乱的头发都修掉。
去把它这个弧形啊刻出来。刻完之后呢，耳朵这里顺着剃上来，然后看到这种颈背很多细毛，对不对？我们耳朵往前压，像这样压着反压，把这一块的轮廓让它利落一点，这样这条线就好了。然后耳朵上面这里呢，我们用反的这里这样带上去，然后颈背区这里多余的头发，一些头发比较细毛比较多的，一样把它刮掉。好，这样刮掉完成，侧面我们就剪完了。那另外一边我就一样快速完成，等一下来教大家上面该如何做修剪以及打薄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两边的长度都已经修剪完了，接下来我们就把上面这一区啊放下来。那我的修剪方式呢，我们一样从后面开始，然后再剪两边，再剪前面，最后再剪上面的厚度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剪后脑勺的区域。后脑勺的话，因为它后面这块比较扁塌嘛，所以我们要增加它的厚度。那我们先把它分2层，上下2层分起来。分起来之后呢，我们拿出剪刀，做我们之前教过手推剪的技巧，把多余的长度修掉。先修掉多余的长度哦。修完之后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再换我们的电剪，把这个利落度再修出来，让它头型更立体。因为你这样做啊，从侧面看啊，它就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通度、厚度在这里做堆叠了，然后再把上面这一层放下来。那后面这个修剪呢，我们可以采直立分线，然后拉出来，直接做上修剪。有看到吗？这样它就会有一个很立体的一个蓬度在后脑勺，但是又不会剪到太短。像这样向上修剪，都修剪完，我们再来做连接，这样它后脑勺的修饰效果就会变得比较好了。好，层次修完了，我们再把多余的长度修除。好，后面完成之后，剪到两侧比较简单，直接提拉起来，把多余的长度修掉，然后带到前面，提拉起来，修掉。好，多余的长度修掉之后呢，要把这一块的角度去掉，这一块其实非常蓬的，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在这里做一个角度去除。角度去除的手法呢，我们梳子抓斜的，然后在这里有看一个凸点哦，来我特写给大家看，好，大家看到这一块比较凸出来的位置，我们就直接把角度修掉，像这样去掉这个角度。后面这一块也是一样。然后再连接到两侧的位置，这样它这一块蓬度就会不见了。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外轮廓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侧边已经完成了，另外一边用一样的手法去完成。两侧头角到这边这样修完之后呢，它就不容易蓬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这两边就不会翘起来。好，刘海的部分，我们只要顺着刚刚头角的这两个点直接做连接，它大概会在眉毛上面一点点的位置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，然后顺着这个轮廓去做修剪，先平的修过去，然后连接到侧面这里。好，这个基础长度出来之后啊，我们再往前提拉，把层次稍微调整出来，把这个层次往前，然后做点剪，往前拉，然后做点剪修饰。好，前面刘海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剪上部区的蓬度。上部区的蓬度啊，这样从后面提拉上来。你看到后面比较短，前面比较长的长度稍微修饰掉，提拉起来，前面的长度稍微保留一点，这样往下斜修下去。
然后提拉到前面的长度，刘海这里做连接下来。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回到正面，那把两边这边比较塌的位置进行连接的动作。好，那这样整个连接完跟刘海修完啊，这个长度修饰到这里就完成了。最后一个步骤，我们就进行打薄的部分。接打薄是用这种弯刀的效果，它去调整它内层的蓬度。我们现在平行分线提拉起来，那在内层呢做一点弧度的调整。那这样弧度的调整，那就可以制造出一个内短外长撑起来一个效果。这样你不抓发蜡它的立体度也变得非常好。然后到前面，如果看过我分享这种技巧，都知道我会分2到3层去做修饰，让它每一层的线条都有一定的蓬度。好，那现在剪裁到这里就完成了。那等一下我把它发屑稍微冲掉，拿来做最后的讲解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修剪到这边完成了。那今天剪法的重点讲解我再重复一次。我们今天呢分上下2个区域，我们先用6mm 的公分套修过一次，做连接，连接完之后再用4.5mm 的公分套修下摆的轮廓线，最后拿出小电剪把它轮廓利落度再调整一下，这样下摆层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把上面放下来。先做后头部的修整，分2层制造出它的蓬度，再来把2侧蓬出来的头发角度去除，将它的修饰度就达到比较高的。最后就是刘海跟顶部区的层次效果，还有调亮。那以上的重点你学会了吗？以上教学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对这部影片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在这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一会回复给大家。如果没办法回复的，我再拍影片给你分享。最后这边附上 IGFB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私讯或预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